各位老师好，我是8号考生林朝夕。请坐。在负分析中，流数定理是用来计算解析函数沿着 b 曲线的路径分析的一个有力工具，同时呢，也可以用来计算实函数的积分，是柯西积分定理和柯西积分公式的推广。虽然是跨考，但基础还是挺扎实的。你读研期间有什么计划？第一，一定是学习，然后我也希望可以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方向，再继续做深入研究。未来想做研究方向？未来的事情其实我也不太能确定，毕竟生活是复杂的。但是现在我很肯定，我想走这个方向。你选择数学有没有受你父亲的影响？你认识我父亲？请考生直接回答问题。不好意思，有。什么方面对你影响最大？对数学的热情。你对你父亲有什么看法？我父亲没有去说的。你爸爸和我是校友。我知道他被学校开除了学籍，但我不相信学校的理由。我明白你的看法了。作为女儿，维护父亲无可厚非。我单纯想问一下你自己的想法，你可以不回答。对你面试的时候，你看到老师吃饼干，你是直接当没看见，还是直接说，哎，你不应该吃东西，自己真实想法说出来就行。各位考官，我不知道一件发生在我出生前的事情和我今天的考研到底有多大关系，但因为这件事情牵扯到了我的父亲，我觉得我应该郑重回答一下。首先呢，我和我的父亲朝夕相处了20多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我最有发言权。他可以在一项研究上坚持20多年，这已经用行动告诉我了什么叫热爱，而且我不相信这样的一个人会是抄袭者。我不光是出于感性，也出于理性的逻辑。你刚才也说过了，生活是复杂的，也许他只是被生活改变了。不管您怎么说，我都坚持我的想法。张老师，话题有点远了。我问完了。你着急，你坐下吧。面试的怎么样？怎么了？没想到链子掉我这儿了。哎，这说了别跟你讲，你讲了又往自己身上拉包袱。那人叫什么名儿？不知道，姓张，好像张老师。张岩，我看过全系的教师资料。这人我认识，他也是曾教授的学生，跟你妈也认识。这人嘛，不坏，就是说话办事一根筋，可能脑子都用在研究专业上。我倒不怕考不上，主要就是他当时，我就受不了跟人说你难受。说就说呗，哎，不少块肉。师傅，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当年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跟永川大学冯教授的论文高度相似。学校呢认为是我抄的他，把我开除学籍了。冯教授，研究离散数学的冯明教授。啊，你知道他？我看过他的书，非常优秀的女数学家。您当时写的时候不知道对方有写过相似的论文吗？当时我们俩的论文同时间被送去审核的，也都没发表过。可是都没有发表，那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抄袭？没证据嘛，那是像呗。那有可能是对方抄袭你啊。他不是知名教授吗？
可是教授抄袭学生成果的事情也有啊。可是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师傅是在3位大学读的研，对方在永川大学，这2个大学甚至都不在一个城市。师傅，您当年有投稿过什么学术杂志吗？行了，别猜了，这事儿吧，我早有定论，就是巧合，没抄袭者，就是我们的研究内容跟方向太相似了。这种事儿在学术界也常见嘛。但是连时间都一致，也太巧了。你这个思路跟当时校委会的思路一样嘛，所以我倒霉了。真的，对方没有抄袭您吗？不是，也没那条件。而且，冯教授这人，冯教授不会干这种事儿，我敢肯定。您跟他很熟啊？不说这个了，过去20多年了，现在说明白、问明白也不解决现在的问题啊。那什么，培芝，要不找曾教授，让他帮帮忙？不要了，爸，算了。别算呐，你那么努力。哎，我说算了就算了，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嘛。而且那个面试结果也没出来，对吧？算了，那个我一会儿和培芝出去买2本书，建模大赛也快开始了，我们准备一下。不能就一定要这么算了搞清楚。去图书馆。查学校年鉴。可是没有3位的学生卡。找老婆借呗。后撤步4分。你打会儿，我累了。算了，我不会。不会啊，没关系，我教你啊，来。啊，我太笨了，学不来了。王老师，哎，卡，谢谢啊。培芝，张亮，你怎么在这儿？你是哪位啊？哦，我是你中学校友。不认识。你怎么会来3位大学啊？人家准备回3位。你也是今年考生啊？来，教声诗歌听听。你要考研？3位大学？是。你为什么不去永川大呀？不好意思，我们还有点急事儿。那个卡，王老师。谢谢。干嘛呀？没你什么事儿。斗牛，赢了卡给你。他真是老样子。不要当我不存在，卡我已经答应给林朝夕了，要多点别的了。谢了。5球，输的人叫大哥。兄弟局啊？怎么办？你给他上一课应该耽误不了太长时间吧？好久没打球了。哦，我就说这小子肯定在这骗我呢，他。忘了跟你说，我是18年东京站爆扑路人王，等着叫大哥吧。厉害。行啊。你小子吃什么长大的？看着这么瘦，没想到还挺壮。一个，来。背后撤步，有我几分风范啊！完了，5个来。谢谢。我还有事先走了，回来有空再一块玩。那你们那赌约？我开玩笑的，这
有危险，怎么？谢谢你的卡，我一会儿给你打电话。建模大赛的事儿别记恨我就行。我呢自己组了一个队，复赛已经进了，咱们就决赛见吧。你又组队了？和他吗？你也要去参加建模大赛？参加一下吧，我要跟我陪他。走吧。大哥，我不是输不起，等着，咱们建模大赛见。裴之也参加，这事儿有意思。我怎么不记得他有那么神呢？我也想玩兄弟局。玩吧。啊？找到了。林兆生的论文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关于图同构验证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涉嫌学术剽窃。今天就去评议开除学籍处分。94年就被定义为剽窃的论文，根本不可能查到。哎，学生论文应该有存档吧？要不是，当然是朋友冤情。哎，我找到了，果然有副本。肯定是这篇。这版的论文我听师傅提到过，证明框架有误。师傅现在的思路跟这篇完全不一样。一篇证明有误的论文，到底有什么争论的价值？有错误不代表没价值。我们要不找找冯教授那篇论文对比一下？行，我先给他拍个照。我回来了。回来了。裴之呢？他接了个电话，回他妈妈那儿去了。我说你怎么又在捣鼓小小林呢？给他加点东西玩呗。我跟你讲，你这个时间得注意一下了，变成费脑子，真的。知道。你劳逸结合一下嘛，是的。你听见没，小小林？今天就我们仨吃晚饭了哦。是我们俩吧？小小林又吃不了。你看啊，唱。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师傅说的没错，确实太像了。从证明思路到关键点基本一致。你觉得这是巧合吗？信息不足，没法判断。不过这篇论文的引用次数很高，价值很大。您好，两位，一杯热饮，一杯冷饮。谢谢。好，谢谢。这是冷饮。谢谢。这杯是热饮。二位的餐具。谢谢。不客气。有2杯水，一杯太烫，一杯太冷。如果想要得到2杯温度近4的水，就需要勾兑才可以。但是如果2个杯子都是满的话，怎么办？再拿个杯子勾兑一下不就好了？你的意思是，有第3个人泄露了我爸的论文？如果冯教授想要拿到一个非本校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他能从什么渠道拿到？我爸的导师。曾教授。
同学们，这些关系和公式，大家一定要牢记啊。好，今天的课就到这儿，我们下星期再见。曾教授，裴之同学，可能得耽误你点时间。我们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裴之同学，按照学校的规矩，在考研结果公示之前，你是不能私下见我的。我们就是想和您打听一下关于我爸的事情。哦，你父亲是谁啊？我爸林兆生。这件事儿你们问错人了，其实我知道的也并不多。你们应该去永川大学。但是曾教授，我查过了，那个冯教授已经去世很多年了。我们现在就算去永川大学，也不知道什么。而且您是林叔叔的导师，理论上来说，您应该是最了解内情的人。我只能保证，冯教授当年在我这里并没有得到你父亲的论文。那学校凭什么认定我爸就是抄袭者呢？真的只是因为论文高度相似吗？当时冯教授给了我们很大压力，他不肯放过赵生。那老师也在这儿，我也在这儿，那你不行你自己回来你自己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俩写的一样，我还说你抄我的呢。你不行我转学，你开除随便。你别老因为你们年纪大，我告诉你，人生哲理都懂，对吧？一以贯之的努力，不得懈怠人生，谁不懂啊？这你教我的吗？我跟你讲，我现在我要连实事求是我都不行，那我真废了。我跟你讲，曾教授，我的父亲并没有做错什么。2个原因，第一，冯教授是德高望重的学者，他的话可信度自然要高一些。可是学校不应该尽到保护学生的责任吗？还有，这是你们家的家事私事，我们大家也很为难啊。家事，这和家事有什么关系啊？看来你们真是不知道，冯教授有个女儿叫秋月，应该是你母亲吧？我回来了。哎，你俩回来这么早啊？师傅，您去哪儿了？啊，我去公园。哎呀，跳了个大舞，下2盘象棋。刚好家里没水了，我出去买点水去。怎么了？小林，唱首歌，逗逗你姐。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怎么了？冯教授是我姥姥。你们去调查抄袭的事了？找了曾教授。你那天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呢？如果你姥姥把你当亲人，我就告诉你了。但是当年她不认你，我不能让这个仇恨影响到你。他恨我吗？哎，他恨我。我当年呢，读的是永川大学的数学系，本科的时候，你姥姥是我班主任。我跟赵淑萍，你妈，同班同学，我们仨的关系
特别好。